了尽快收购一家合适的食品加工企业，李亚林让 AI 分析了摩洛哥境内所有正规的食品加工企业名单，然后根据他们的注册地址，再结合天际线的卫星图片，来分析每一家食品加工企业的优势利弊。AI 最大的优势之一便是会思考，所以李亚林不需要循序渐进地引导他，而是直接告知他自己的需求，让他从这些企业中寻找出一个经营状况不太好，但占地以及建筑物的规模又能隐藏几千人，且地理位置远离人口密集区的食品企业。于是 AI 立刻为他甄选出了5个符合需求的企业，这5家企业都分布在摩洛哥相对偏远的地区，其中有一家距离杜克矿业倒是不远，仅有约莫100公里左右的路程。更完美的是，这家企业距离海岸线仅有不足50公里，如果要将人安置在这里等待转运出国，那这里就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李亚林一日一早便与叶晨暂时分开，独自前往那家企业一探究竟，而叶晨则留在酒店房间席地而坐，继续复习着那一套手印，同时缓慢积攒着体内的灵气。叶晨现在已经对这套手印十分痴迷，就像是一个薅羊毛上瘾的羊毛党，只要有时间，他都要以此修炼，通过不断重复那套手印，为自己换取额外的灵气。李亚林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终于赶到了那家食品加工企业所在的小镇。这家企业位于小镇郊区，300多名员工基本都来自于这个小镇。小镇距离摩洛哥东北沿海一个渔港大概有30公里的路程，因为不是直接沿海，所以这个小镇上的民众没有机会成为渔民。当沿海的渔民靠捕捞改善生活条件的时候，这座小村庄的村民便只能前往周围的海鲜加工企业务工。而李亚林挑选的这家企业便是一个专门生产海鲜加工食品，尤其以生产沙丁鱼罐头为主的民营企业。摩洛哥是世界上出口沙丁鱼最多的国家，国内靠生产沙丁鱼罐头以及其他海鲜制品生存的企业大大小小至少几百上千家。虽说摩洛哥的 GDP 因为沙丁鱼有所提升，但这些生产沙丁鱼罐头的企业却大部分活得并不容易。由于只是最初级的食品加工，他们的门槛相对较低，而且因为门槛低，所以同行之间竞争也非常激烈。新企业想站稳脚跟，往往就靠打价格战来获取订单，久而久之，大家相互压价，导致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都在不断下滑。现如今，很多企业都在生存线的边缘苦苦挣扎，李亚林选择的这家企业便是如此。他由本地一位曾经的市政府公务员出资建立，经过10几年的不断发展，规模确实越来越大。可因为生产技术落后，效率低下，这里的经营状况也是逐渐下滑。企业老板年纪大了，逐渐失去野心，只想着继续靠这家企业创造微薄的利润。也正是因为这种思想，他近些年没有再给企业投入资金用来升级扩建，以至于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差。更关键的是，这样的老旧企业想出手都非常困难，行业利润本就不高，这里升级改造需要的成本又是一笔巨大开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亏损，谁都不想冒这个风险。而李亚林还看上了海鲜食品加工企业的另一个天然优势，那就是他们必然有运输原材料的车辆，不断穿梭于工厂和码头之间。一旦叶晨要将那些死士悄无声息地运走，海路就是唯一可靠的选择。那通过海鲜食品加工厂的伪装，就可以利用往返渔港的车辆来不断地将人送走。所以综合来看，这家企业就是最佳选择。李亚林来到这家食品加工企业门口的时候，发现这家企业连个安保人员都没有，破旧的大门一直敞开着。从外面看，厂房的规模很大，但也确实有些年头，整体显得比较破败。最先进门的区域是一片约莫3-4千平方米大小的空地，停放着一辆破旧的菲亚特轿车，以及各式各样的自行车，少量改装到面目全非的简易摩托车。右手边看起来像是卸货及仓储区域，因为这里不但有方便卸货的货台，还有一个密封性很好的单体建筑。李亚林推测那里应该是冷库，
用来存放原材料。刚好有一辆卡车正停在货台前方，几名装卸工正从上面搬运下来铺满了冰块的新鲜海鲜，并将其搬入后方冷库。冷库的后面连接最大的单体厂房建筑，想来应该就是加工生产线了。左手边还有一个类似的货台，这个货台后方也同样配备了一个封闭建筑。李亚林推测这里应该是成品的存放区以及装载区。当李亚林来到正中间最大的厂房门外时，里面的轰鸣声已经震耳欲聋。由于罐头需要加热生产以及加热杀菌的缘故，硕大的门口一直向外翻滚着潮湿的热浪，一直到李亚林走进厂房，才终于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陌生的面孔。于是有人上前用本地语言警惕地向他发起质问。李亚林见他看起来就像是个普通工人，于是便拿出$10钞票递给他，用英语说道：“你的老板在哪里？我想见他。”对方不懂英语也不懂法语，但 boss 这个单词他还是听过的，于是便立刻会意到李亚林想见自己老板，再加上对方出手也算阔绰，$10已经比自己一天的工资还要高，于是他便立刻谄媚地对李亚林比划着手势，热情地带着他来到了自己老板的办公室。老板的办公室位于厂房侧面一个钢结构支撑的2层房屋，这里四面都是玻璃，整个厂房的情况都可以尽收眼底。见员工带来一个陌生人来，老板也有些诧异，于是便老远就开始打量起李亚林。乔装打扮的李亚林虽然让人看不出真实面目，但也依旧是一张亚洲人的面孔。而这个厂子以及它的上下游几乎全是摩洛哥本地人，所以在这里看到亚洲人确实十分稀奇。李亚林来之前调查过这个老板的背景，他今年已经61岁了，原本是本地走出去到上一级的城市政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后来因为感觉海鲜加工行业有前景，于是便辞职下海，回到家乡附近开了一家罐头厂。由于他是本地人的缘故，又在市里做公务员，积攒了不少人脉，所以他回来建厂得到了不少利好政策，不但给了他很大的地皮，还得到了不少低息贷款，规模也算是越做越大。不过由于他是白手起家，所以创业一开始的很多年时间里，他自己实际得到的收入并不算高，赚到的钱要么用来偿还贷款，要么用来打点关系。在贷款都还清之后的7、8年时间里，他的收入水平应该还算不错，每年的利润大概在$20万上下，在本地算得上是非常多了。但是最近这几年情况差了不少，他现在每年的利润已经缩减到只有区3、5万美金。因为知道对方有公务员的履历，所以李亚林笃定他懂法语，交流上肯定也没有问题。那员工领着他来到门口，用本地语言说了一句，里面的老板便直接隔着玻璃对两人招了招手。那员工推门进去，告知了老板李亚林想要见他。李亚林也不墨迹，直接用法语问他：“你是这里的老板？我想收购你的厂子。”老板一听这话，整个人顿时眼前一亮。他知道亚洲人有钱，尤其是亚洲出来做生意的商人，一般都比较富裕，自己早就想把这家厂子卖掉，可几年了都无人问津，现如今竟然有个主动上门的亚洲商人，他内心立刻便燃起了套现离场，享受退休生活的梦想。于是赶紧站起身来，对李亚林说道：“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说着，他赶紧把自己的员工打发出去，主动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李亚林，笑着说道：“我们这里正有想法出售，只要价格给的合适，这里的一切都可以出售。”李亚林不想表现得太急于购买，而是笑着说道：“我们国家的人民最近开始流行沙丁鱼罐头了，所以我就有想法在摩洛哥搞一个工厂，到时候生产出来的沙丁鱼罐头直接点对点的出口到我们国家。我这一路也考察不少工厂了，麻烦你先大概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情况，还有你们的优势。”那老板连忙说道：“我们这里一共有5条生产线，4条都用来生产沙丁鱼罐头，另1条用来生产其他海鲜食品，年产量大概在4000吨上下。”李亚林听了直皱眉，感叹道：“5条生产线，
一年财产4000吨。据我所知，摩洛哥大型罐头企业一天的产量都在100-200吨起步。那老板赶紧说道，我这里主要还是生产线比较老旧了，所以生产效率比较低。不过我们地方很大，如果你舍得投入做升级改造，我们这里完全具备成为一家大型企业的底子。说着，他又赶紧介绍道，我们这附近的工人成本很低，大部分工人的月薪都在2000迪拉姆以内，不超过200美金，而且任劳任怨。我这里现在有300名工人，如果你将来有需要，随时可以从附近的城镇招到500名熟练工人。李亚林微笑道，所有的企业都具备升级空间，但一切无外乎成本问题。这样吧，你给我报一个价格，我考虑一下。那人思忖再三，开口道，500万迪拉姆，或者50万美金。虽说现在这家厂子每年还有3万美金的利润，但利润已经开始不断下滑，而老板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最多也就再坚持10年，未来10年加起来能有20万美金利润就算不错了。至于自己的厂子，那些设备都已经非常老旧，即便是在摩洛哥这样的国家，也已经过了淘汰的周期，属于强撑的状态，真往外卖，估计也就比废铁贵上那么一丁点。而厂房因为老旧的原因，价格同样很难上得去，毕竟抵触偏僻的小镇边缘，就连地皮都不怎么值钱。所以别说50万美金，就算30万美金，他也毫不犹豫地卖了。李亚林没有急于跟他谈价格，而是问了他许多详细的问题，又让他带着自己四处参观了一下这家工厂的后面，还有一个员工食堂以及几间仓库。虽说厂子的工人规模只有300多，但真要在这里藏人，藏上几千个还是非常轻松的。除此之外，成品仓库里还有大概15吨罐头制品等待出货，按照市场价格大概在4万美元上下。整体看了一遍之后，李亚林对那老板说道，这样吧，你这里的情况我也看过了，说实话，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旧，翻新重建升级改造的成本至少也得几百万美元。我这个人做生意不喜欢磨磨唧唧，所以我给你2个报价，2个选择，无论哪个只要你能接受，我们就可以达成合作。如果都不接受，那我就看一看其他选择。那老板赶紧道，请说吧。李亚林道，第一个报价，一次性支付你25万美元，买断这里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设施，包括地皮、厂房、生产线以及其他设备。哦，对了，还有你仓库里的所有原材料和成品库存。那老板一听这话，表情顿时有些无奈地说道，不瞒你说，我们的原材料和成品库存就至少值5万美金了。李亚林笑了笑道，第二个报价，我支付你30万美金，但只能先付你20万，剩下的10万要等我投产之后再付给你。其他的条件是你要帮我维护好这些工人，我可能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来升级这里的设备。这段时间里，你要确保这些工人不维权、不闹事、不给我找任何麻烦，同时还必须在家里老老实实等着，我什么时候开工，他们就什么时候回来上班。老板尴尬地说道，这个我实在没办法保证，他们都要养家糊口，这2、3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入，家里可能就吃不上饭了。那样的话，他们肯定会去找其他工作的。李亚林道，这段时间他们的工资照发，每月发一半，剩下的一半等到岗那天一次性付清。老板听到这，顿时松了口气，连忙道，那这就没问题了，不工作还有钱拿，他们肯定会答应的。李亚林提醒道，为了确保他们不对外透露我这里的情况，不透露我的商业机密，这些事必须你出面去做，要让他们以为是你要升级这里，而不是另有他人。然后让他们回家之后不要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任何人，一旦泄露商业机密，就停止给他们发放薪资，剩下的一半也直接作废。老板想也没想便道，这些都没问题，我的威信还是能够做到的。说到这里，他搓了搓手，讪笑道，只是这个价格对我来说确实还是低了一点，一共才30万，
这里面还有5万块钱的货，至少也要在45万美金以上才合理啊。李亚林道，这样吧，只要你把我交代的事情办好，让我能够全身心的推动升级改造，等升级完成，顺利开工之后，我再付你20万美金，这样总标的就是40万美金了。老板一听这话，顿时喜笑颜开，毫不犹豫地说道，成交。